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尿频、尿急、夜尿频繁，一晚上好几趟厕所的情况。其实这可能和肾不好有关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能帮助改善。这个方法就是敲打腹股沟。腹股沟就在我们身体两侧，连接腹部和大腿这里。大家敲打时可以自然站立，双腿微微弯曲，然后将手握成空心拳，这样敲打腹股沟的区域，力度可以稍微的重一些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就行。敲打腹股沟能刺激前列腺区域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中焦，能有效的保护前列腺，改善尿频、尿急、夜尿频繁的情况。对于男性朋友来说，平时保护前列腺要注意，不能够久坐，也不能憋尿。可以适当的多运动，或者是多喝水，也可以呢用蒲公英根泡水喝。蒲公英根有利尿消肿、杀菌消炎的作用，对保护前列腺也能起到一定。现在空气的污染，再加上吸烟的因素，造成呢肺部伤痕累累。那想要知道肺部好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不妨看一下自己的大拇指。正常的大拇指都是指根比较粗，而且有光滑，弹性好。但如果拇指出现变形，拇指的末节变得很肥大，根部也会缩小，就可能是肺气不足了。还有就是按压大拇指的指肚时，如果恢复速度慢，没有弹性，也是肺气不足的表现。那肺气不足该怎么办呢？大家不妨试着敲打肺经。肺经在手臂外侧，敲打时将手握成空拳。用小手指关节沿着前臂的掌面，从大拇指开始往上敲打，敲打到痛感明显的地方，可以重点的多敲打几下，敲打的力度要轻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即可，左右手臂交替敲打。这样敲打肺经可以调理肺经，改善肺功能，有很好的补益肺气的作用。肺经最佳疏通旺盛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1点，所以这时敲打效果最好。买衣服不好买，穿啥都不好看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2个动作，每天练习10分钟，帮你刮油通便，减掉腹部赘肉。动作1，拿出家里的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手掌心朝下，双腿弯曲膝盖，尽量的靠向腹部，然后用腹部的力量，慢慢的将双腿向前伸直，脚尖朝上，坚持5秒钟，再回到膝盖弯曲的状态。注意要感觉肚子在用力即可。动作2，先站好，放松身体，双手手指并拢，将手背微微弯曲，然后拍打腹部。拍打的时候不要感觉肚子有疼痛感，连续拍打5到10分钟。经常这样拍打可以促进腹部血液循环，使腹部脂肪更容易的被消耗掉，能有效的防止脂肪堆积，有很好的刮油通便的效果。每天坚持练习，帮你减掉腹部赘肉。那虽然腹部赘肉很难减，但如果你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，长期坚持做这2个动作，对腹部肥胖的人还是都知道吸烟容易戒烟难。对于那些想要戒烟的人来说，如果真的戒不掉，那就在3个时间不要抽烟，这样或许肺部会好受一点。那是哪3个时间呢？第一个，早上起床后。早上起床了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是点上1支烟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因为早上起床处于空腹状态，这时吸烟会刺激支气管，时间长了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。第二个，熬夜时，很多朋友在熬夜时会选择抽烟来提神，本来熬夜就对身体健康有危害，如果这时再吸烟，很容易危害心血管健康，导致血压升高，心率变快，所以老烟民们熬夜时就不要抽烟了。第3个，吃完饭后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，饭后1支烟赛过活神仙。其实吃完饭后吸烟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我们吃完饭后全身血液会加速流动，这时吸烟会让身体更多吸收香烟中的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吸烟的危害是很大的，如果你实在戒不掉，那就尽量不要在上面3个时间吸烟，这样或许能减少对你说我这嘴里怎么又苦又干的呢？然后一到晚上还睡不着觉，还老做梦，你说这咋回事呢？哎呀，那你这是有火了呀？你这是不是肝火太旺呗？哎，很有可能不行，我得抓紧去调理调理。
其实呀，肝火旺盛呢有很多的表现，口干、口苦、睡眠不稳定、身体闷热等。那肝火旺该怎么办呢？那要少吃呀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荔枝。荔枝呢，很多人呀都喜欢吃，但是肝火旺的人最好呀不要吃，因为荔枝属于温性食物，肝火旺的人吃了会火上浇油，使肝火更加的旺盛。第二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因为呀这类食物容易助长体内的火热，那肝火旺的人如果吃了，会使症状加重，不利于身体的恢复。不过呀，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呀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按摩太冲。太冲在脚背第1、第2指骨结合部前面的凹陷处。太冲呢是人体足厥阴肝经上的重要穴位之一。每天呢睡觉前先用热水泡脚10分钟左右，然后呀用大拇指从下往上这样推揉5分钟左右，对降肝火、改善睡眠呢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呀，肝火旺的人容易出现呢急躁、发火、动怒的情况，所以呀，想要调理肝火，首先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，还有保证睡眠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，也能够帮助养肝护肝，比如呢散步、游泳、跳绳等等。突然间头晕，然后吧眼前还一抹黑，你说这是咋回事啊？那你是不是血压有问题啊？哎，别说，你提醒我了，我得去检查检查。高血压呀是现在常见的一种疾病了，那其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失眠、心悸、眼前发黑等。那当血压高起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服用降压药。其实除了药物调理外，还可以按我们身上自带的降压穴。1. 十宣穴。十宣穴在我们10个手指指尖的正中央，左右呢一共10个穴位。按摩十宣呢有提神醒脑、宣散风热的作用。按摩时将10个手指微微弯曲，然后相互的叩击十宣穴，力度以有酸痛感为宜。每次呢不超过5分钟，或者呢用大拇指指尖用力的掐按也行。那经常刺激十宣对平稳血压有一定的帮助。2. 尺泽穴在我们手臂肘部的横纹中，肱二头肌腱桡侧的凹陷处。那尺泽穴呢属于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用大拇指按揉3到5分钟，以有酸胀感为宜。每天早晚按1次。按摩尺泽有活血通络的功效，对降血压有很大帮助。那血压高的朋友，平时还可以多吃点芹菜。芹菜中含有一种能够促进脂肪加速分解、消失的物质，经常吃呢，对降血脂、降血压都有一定的作用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啥呢？拍手呀！拍手干啥呀？妈呀，沈哥，我跟你说呀，那拍手可是有可多好处了，你不知道吧？还真不知道，那你给我讲讲它啥好处啊？行，没问题。我们的双手是人体全身的一个缩影，那手上呢分布很多的经络、穴位、反射区，经常拍打双手可以疏通全身经络，拍出好气魄。那下面呢我就教大家几种拍手的方式。第1，指尖拍，微微呢张开10个手指，双手指尖相对，然后呢2手指尖这样相互的拍打，拍打100下即可。拍打指尖呢可以刺激头部反射区，可以呢改善头部供血，有清头明目的作用。第2，掌根拍，也是2手相对，10个手指的微微弯曲，然后呢2个手掌掌根相对，这样相互的拍打，也是呢拍打100下。拍打掌根可以呢刺激人体的下焦反射区，有培元固本的作用。第3，握拳拍，2个手像这样握成半拳的形状，放在胸前，然后呢2个手指中节贴合在一起，进行呢相互的拍打，拍打100下。这样拍手可以刺激头颈反射区，对疏通经络、促进头颈部的气血运行有帮助。第4，空掌拍，2手食指微微弯曲，像这样放在一起呈空心状，然后这样拍打，拍打呢100下。空掌拍可以刺激心肺部和肠胃反射区，对心肺和肠胃的健康有帮助。那上面的这4种拍手，每天坚持练习，让你少生病更健康，赶紧试一试吧。
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，关注侃侃养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